英国还是发达国家吗？吃不起炸鱼薯条，养不起宠物狗就算了，就连超市里的一盒黄油都要加上防盗扣。戴英的日子为什么过得这么惨？是不是该自我反思了？英国老百姓可能会说，因为物价一直在涨；英国政府可能会说，因为疫情搞断了供应链，普京切断了天然气。但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残酷的事实，一个被伦敦金融城死死捂住的真相。因为那些饥肠辘辘的精英和实力者阶层们发现，外面已经抢不到钱了，于是他们把那把曾经挥向印度、挥向非洲的镰刀，悄悄地、狠狠地挥向了本国的老百姓。2020年之前，英国的物价虽然也在涨，但涨得并不激烈，属于温水煮青蛙，老百姓没感觉到疼。但从2021年开始，尤其是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温水突然变成了开水，到处阿生一片。就在普通牛马为了节省取暖费而在家里裹着棉被瑟瑟发抖时，能源巨头们却在开香槟庆祝。来吧，直接上数据，毕竟数据不会撒谎，但数据会让人心寒。根据英国第一大工会 Unite 和各大智库的扒出来的真相，我们看到了一组触目惊心的对比。美国最大石油生产商埃克森美孚利润从疫情前的150亿英镑暴涨到530亿英镑，壳牌从160亿英镑狂飙到440亿英镑，佳能可更是从19亿英镑直接干到了148亿英镑。欧洲能源短缺确实造成了油价上涨，但企业的利润率不仅没降，反而成倍增长。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企业涨价的幅度远远超过了成本上涨的幅度。这种现象在经济学里有一个专属名字：贪婪通胀。掌握了核心资源的资本家们利用能源危机作为掩护，不仅把成本转嫁给了出去，还顺便加收了一笔恐慌税。他们利用垄断地位，即使在成本下降的时候，依然维持着零售端的高价。2023年之后，国际原油价格腰斩，甚至回到了几年前的水平。可英国加油站的油价却没有跟着涨。在正常的商业逻辑里，如果进货价便宜了，为了竞争，商家应该降价促销才对。但在英国能源市场不存在正常逻辑，这里只有趁火打劫。英国的能源零售终端被几大巨头和超市垄断了，他们心照不宣地达成了一种默契，谁降价谁是傻子。更可笑的是，那个所谓的能源价格上限，这玩意儿听起来像是英国政府为了保护老百姓不受能源价格的冲击，可实际上呢，从2024年10月至2025年10月，短短1年之内，英国能源价格上限已经一连上调了3次。结果就是，即便国际能源价格暴跌，英国老百姓的账单依然比危机前高出1倍。如果说能源还多少受点国际影响，那英国的水务行业就是纯粹的关门打狗。全世界只有英国，确切说只有英格兰和威尔士干出了这种丧心病狂的事，把所有的水务系统完全私有化，并且卖给了国际投机资本。1989年刚私有化的时候，英国政府画了好大一张饼，私企效率高，价格低，水管坏了马上就能修。结果呢，36年过去了，事实证明这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自私有化以来，英国水务公司背上了640亿英镑的债务，却累计向股东分了780亿英镑的红。大家看懂这个逻辑了吗？钱被股东拿走了，债留给了公司，最后还债的是谁？当然是交水费的英国老百姓。水管漏得像筛子，污水直接排进江湖河海，满大街都是臭味。每当有人提出质疑时，英国的这帮资本家们就会两手一摊，摆出债务表，哭天抹泪的表示公司都要倒闭了，臣妾做不到啊，除非涨价。就在今年，南方水务公司宣布新一轮调价，涨幅达到 47%， 每年的费用增至703英镑。安格利亚水务公司还有泰晤士水务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调整，这就是西方资本的强盗逻辑。账上的钱都分给股东了，想让我提高服务质量，我只能涨价，否则你们就喝脏水吧。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对比就能知道英国的水费有多离谱。以个人为单位，北京的水费大概是5块钱一吨，每年也就200多块钱，但是在英国水费最便宜的地方也要2000多，贵的6000都打不住。就算是赚英镑花英镑，但对大部分英国人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我们再来看看英国老百姓吃的怎么样。英国是一个高度依赖进口的国家，按理说全球化的好处不就是能买到更便宜的东西吗？但是这些低价红利从来都没有流进英国老百姓的口袋，他们在半路上就被各路巨头给截胡了。炸鱼薯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性价比非常高的英国国菜，黑暗料理界唯一不黑暗的明珠，地位就相当于中国的饺子。英国有差不多1万家炸鱼薯条店，但是现在因为土豆、鱼油、天然气、电费、租金都在涨价，已经有至少一半的店濒临倒闭。在伦敦，18年的时候，一盒炸鱼薯条大概4到5英镑，现在已经涨到了12英镑，涨了近3倍。当穷人饭的代表都变得高不可攀，当英国不再是炸鱼薯条的守护者时，问题就严重了。因为吃不起饭，戴英出现了一种名为 sweepers 的群体。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刷卡机，但实际上是指看着像好人但经常顺手牵羊的顾客。具体表现就是在超市结账的时候讨单。这些人不是惯犯，他们都有体面工作，甚至曾是典型的中产阶级，但在高昂的物价面前，他们的道德底线动摇了。
据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3年是英国有记录以来商店盗窃案最严重的一年，超过43万起，比2022年增加了1/3以上。那面对食物价格的飙升，英国政府是怎么做的呢？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想出了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他告诉民众少吃点，这是最好的减肥方法。子民为了口吃的，一天到晚精打细算，甚至有人每天连一顿正餐都不能保证。首相大人不说鞠躬尽瘁解决问题吧，反而在一边说起了风凉话。不过也是没有办法，身为首相，约翰逊当然知道英国物价高的真相，这是一场标准的财富转移，从市民的餐桌上转移到资本家的离岸账户里，只不过他必须守口如瓶而已。油价贵可以少开车，天然气贵可以多穿点，水费贵可以少洗澡，吃饭贵可以少吃几口，实在不行还能偷，但住房是绝对的刚需，这个没法省。大家都刷到过这样的视频吧？主持人在街头采访伦敦的留子，问他们每周租金都是多少钱，然后得知便宜点的是400英镑，贵一点的大概800英镑。这些视频下来，心中只有一个感觉，怎么好像总是在涨价？10年以来，伦敦市中心一套2居室公寓的月租已经从原来的差不多1200英镑飙到2200英镑，甚至更高。为什么房租一直在涨？因为在英国，做房东比做实业赚钱多了，这是一种最原始、最粗暴的剥削关系。对于一个在伦敦打拼的年轻人来说，他每个月辛苦工作，可能一半甚至更多的工资是直接转账给房东的。而且现在的英国房东可不都是电影里那种唠叨的老太太了，而是黑石、劳埃德银行这样的大型投资机构，他们成片成片的买下房子，然后像管理股票一样管理房租。当资本垄断了居住这种刚需时，价格就不会再有上限，因为人总得有个睡觉的地方。最近中文互联网上有个很火的词叫斩杀线，说的是美国正常人沦落成流浪汉的那条线。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英国也会有自己的斩杀线吧，谁知道呢？当撒切尔夫人举着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说这才是我们的信仰时，会想到今天是利益者阶层对英国的合法抢劫吗？要理解这种残酷的局面，我们必须跳出经济数据，从历史的维度来审视这个国家。英国曾经是威震四海的日不落帝国，在那个时代，太阳永远不会在它的疆土上落下，无论地球转到哪一面，总有一片土地属于大英。可这样的辉煌是怎么来的呢？归根结底还是靠抢。印度的棉花、茶叶，非洲的金矿、橡胶，还有美洲的糖和烟草，这些原本属于当地人民的财富，被英国人用坚船利炮和殖民政策源源不断地运回本土。那时候的伦敦金融城，每一笔外贸订单的背后，都是无数殖民地人民的血汗和眼泪。工业革命之后，英国率先实现了工业化，成了全球第一个现代化工业国家。蒸汽机轰鸣，织布机转动，铁路纵横，工厂林立，英国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殖民地的原材料源源不断的运来，经过英国工厂的加工后，变成纺织品、机械、钢铁，再高价卖到全世界。英国牢牢把控着产业链的两端，既是原材料的最大买家，也是成品的最大卖家。全世界的钱都被他一个人赚了。大英之所以能过上比欧洲其他国家更优渥的日子，靠的就是从殖民地和全球贸易中剥离出来的红利。但是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二战之后，殖民地没了，印度人独立了，非洲人觉醒了，免费的午餐没有了。上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上台，铁娘子面对的是一个工会势力强大、经济停滞不前的英国。为了打压工会，推动私有化改革，撒切尔夫人下了狠手，矿山关闭，工厂倒闭，工人大批下岗，英国的制造业元气大伤，世界工厂这个金字招牌也随之失色。如今的英国，衣服来自孟加拉，手机来自中国，水果蔬菜来自西班牙，天然气来自挪威和卡塔尔。英国这座孤岛几乎完全依赖进口活着。那么问题来了，当一个国家的精英阶层不能通过对外掠夺来发财，也不能通过制造业来赚钱时，他们靠什么吸血呢？答案只有一个，做中间商，吃差价。英国已经从帝国主义转型为实力资本主义，在非洲挖金矿的资本家们摇身一变成了掌控英国水务、电力、铁路、住房和连锁超市的大老板。他们不再需要冒险出海，剥削本国的底层更安全、更高效。他们通过垄断和资本运作，把英国人的日常生活捏在手心里。以前，英国用坚船利炮逼着殖民地低价卖资源，现在英国用垄断和政策逼着本国公民高价购买生活必需品。日不落帝国早已落幕，但吸血的手法从未改变，只不过是目标变成了自己的同胞。看到这里，相信大家已经明白了，英国物价的飞涨，英国经济增长的停滞，绝不是一个托就能掩盖的。它的根本逻辑在于，一个失去了殖民地的老牌帝国，一个制造业空心化的前工业霸主，虽然缩回到了那个小岛上，但他那颗贪婪的心脏还在跳动，那张吃人的嘴还张着。为了维持一小部分人的奢华生活和资本的无限增值，必然要寻找新的被剥削者。既然外面抢不到了，那就抢自己人吧。低价进口是他们的手段，高价卖出是他们的目的，而英国老百姓就是那个被困在岛上无处可逃的猎物。这就是当代英国的真实写照，一座巨大的、精致的、合法的实力者乐园。
曾经的大英帝国殖民地遍布全世界，被人们誉为日不落帝国。但到了1946年，英国的殖民体系已经被拆解得四分五裂了。到了今天，英国更是只能沦为美国的小跟班。在人类历史上几个最为著名的殖民帝国当中，英国毫无疑问是最威名赫赫的那一个。即便由他创建的殖民体系已经衰落，但英国的影响力仍然在深刻地改变着世界。那么，大英帝国究竟是如何衰落下去的呢？英国在逐渐掌握殖民地的过程当中，又做出过哪些令人不齿的勾当呢？作为一个孤悬海外的岛国，英国能够在人类的历史上成为主导全世界的霸主，它也一定有着自己特殊的条件和手段。只要是认真研究过殖民史的人，都会发现人类历史上的前3个世界霸主都是典型的海洋国家。无论是西班牙还是荷兰和英国，他们所追求的都是控制大量的国际贸易路线，并从中获得丰厚的回报。而为了给自己掌握的那些海上贸易路线提供安全保障，这些国家就必须要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部队。直到飞机被发明出来之前，一个国家要想称霸世界，就必须要拥有一支强大的舰队。因此，英国争夺世界霸权的第一步就是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击败。可是，英国人的战绩却最终给荷兰人做了嫁衣。在西班牙帝国衰落之后，还没有等到英国人发展出属于自己的贸易体系，荷兰就捷足先登了。懊恼不已的英国人只能够选择继续发展，同时寻找机会来击败荷兰。不过，好在英国与荷兰之间的实力差距并没有那么悬殊。在经历过第一次英荷战争之后，英国人很快就从荷兰人的手中夺得了一部分海洋贸易路线的控制权。从此以后，英国的财富就呈现出了指数级上升的势头。但英国的统治者也深知，只要他们还没有成为世界霸主，那么他们所掌握的这些财富都极有可能会激起他人的觊觎之心。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必须向荷兰人发出挑战。最终，在1780年爆发的第4次英荷战争中，英国终于将荷兰人给击败了。从此以后，荷兰人失去了世界霸主的光环，曾经由荷兰建立起来的殖民体系也被拆解的七零八落。尽管人们对于英国成为世界霸主的趋势已经有了清晰的认知，但谁也没有想到，英国人居然能够在世界霸主的位置上玩出许多新花样。1607年，英国人在北美洲的弗吉尼亚建立了自己的第一个殖民据点。从这个时候开始，英国人就正式建立了自己的殖民体系。按照当时人们的想法，建立殖民地之后的英国就应该对当地人大肆搜刮，掠夺当地的原材料了。但英国人的做法却令所有的人都大跌眼镜。英国人在进入殖民地之后，并没有急着掠夺当地的资源，而是热衷于在当地培养自己的代理人。这样一来，宗主国对殖民地的管理成本就可以大大降低了。而且，只要这些殖民地官员按时向英国缴纳税款，那么他们无论在殖民地内部做出什么样的勾当，都是可以被允许的。对于这些问题，英国人根本不感兴趣。后来，在印度和非洲，英国人都无数次的复刻了这一套方法。由于这套方法异常的高效，甚至就连后来法国人去非洲搞殖民的时候，都跟英国人学了起来。而且法国人为了加强对于殖民地的控制，他们几乎将殖民地的一切管理权都牢牢抓在了手中。这样的情况下，虽然殖民地的普通人可以进入当地的公务员队伍，他们这辈子唯一的出路也就是给这些来自欧洲的殖民者干杂活了。在研究了荷兰和西班牙殖民体系的优点和劣势之后，英国人还做出了一个新举动，他们开始在殖民地印刷由英国人自己提供的纸币。至于这种纸币到底应该印多少，则完全由英国人自己来决定。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毫无阻碍地通过这些纸币来收割殖民地人民的财富。如果他们愿意，英国人甚至还可以通过抬高粮食价格等方式，以方便在殖民地制造人为的饥荒。有这样的做法实在太过残忍，以至于今天的英国政府都不太愿意提起这段往事。虽然英国人很少直接参与殖民地的管理事务，但为了镇压全世界各地民众的反抗，他们还是成立了一支装备精良的部队。这支部队时而前往印度镇压当地的起义，时而赶往非洲与那里的土著黑人展开战斗。只要哪里有英国的殖民地，镇压的枪声就会传到哪里。通过不断的镇压殖民地人民的起义，英国人逐渐坐稳了世界霸主的交椅，同时英国人也拥有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全球大市场，这使得英国几乎成为了人类殖民史上最富有的国家。由于英国的殖民地遍布全球，每一个小时都有殖民地处在日光之下，因此当时的人们将日不落帝国的绰号送给了英国。英国的统治阶层对此也非常受用。
可是持续不断的殖民战争已经大量消耗了英国的人力和财力。正当英国忙于镇压非洲各地的起义时，一个在美洲大陆上的国家也正在迅速崛起。不久之后，这个曾经同样处于英国殖民体系之下的国家就将对英国的全球霸权发起一次全面的挑战。随着2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欧洲各国的经济都呈现出了突飞猛进的增长势头，这使得英国不再是欧洲大陆上唯一的军事强国，各个国家之间的争斗也就变得不可避免了。很快，代表着旧殖民体系的英国和法国就与代表后起工业国家的德国发生了战争。但此时，位于大西洋另一侧的美国也已经有了介入欧洲战事的能力。为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美国人对于这场世界大战始终保持着一种隔岸观火的态度。直到战争的局势逐渐明朗之后，他们才宣布下场，站在协约国那一边。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以英国的胜利而告终，但这场胜利对于英国来说却是一次实实在在的惨胜。国家在战后的经济建设工作根本没有人来执行，无奈之下，英国人只得将希望的目光看向了美洲。因为美国人虽然参加了世界大战，但也在战争中赚到了不少钱。相比于当时在战争后迅速没落的英法两国，美国的家底还是十分雄厚的。在与欧洲展开了贸易之后，美国人也的确帮助英国解了燃眉之急，但那些曾经归属于英国的海上贸易路线就被美国人给掌握了，而此时美国的造船能力也根本不是英国所能企及的。因此，当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的时候，全世界的民众都看了出来，英国称霸世界的时代马上就会过去了，未来的世界一定是美国人的天下。1939年，第2次世界大战突然爆发，人们很快就亲眼目睹了英法联军在德国人的猛攻下一败涂地。这一回，英国已经彻底失去了自主进行战争的能力。如果没有美国人的支持，他们根本无法赢得这场战争。后来，美国人也的确加入到了这场战争之中，但这个时候，美国却提出了一个让英国人根本无法拒绝的要求：战争结束以后，全世界必须建立一套新的世界货币体系。此时的英国人纵使心中有10000个不愿意，但他们在美国人的面前还是必须点头，因为英国政府的官员非常清楚，他们根本没有实力再去维持一套以英镑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了。最终，在1944年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美国的代表正式敲定了让美元与黄金挂钩的新货币体系。当年英国人用来操纵世界的金融工具箱也被美国人拿走了。在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作为对英国的补偿，美国人为他们提供了丰厚的援助资金。虽然英国人拿着这些援助资金重建了家园，他们已经彻底失去了日不落帝国的魄力和雄心。到了今天，英国的经济发展持续徘徊在低谷之中，甚至就连曾经的殖民地印度在 GDP 总量上也直接超过了英国。不过，客观的来说，这个小岛国也终于回到了它应有的位置上。殖民主义的事业的确曾经给英国带来过无数的荣耀与利益，但它给殖民地人民造成的苦难与悲痛却是谁也无法抚平。即便在100多年之后，英国也必须为他们曾经做过的坏事付出代价。未来的世界必将会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下去。然而，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仍然沉浸在旧时代的美梦中，不愿意醒来。在他们的美梦当中，自己仍然是世界的主人。可是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变，时代发展的浪潮也不会因为西方国家的一厢情愿而停滞不前。如果某些人再执迷不悟，等待着他们的就只有被淘汰的结局了。